今天我又花了新台币800多块买了这个小米 Redmi 红米 Buds 5，那这个是蓝牙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来开个箱，先把它打开看看。那主体是这个是它的充电盒以及主体。那再来是打开这个有充电线、耳塞，还有说明书。好，那我们这边都是包装都是英文的哈。那我们可以看看，先把它打开来。好，那我买的是这个所谓香鱼紫紫色的淡淡浅色的紫色那个充电线 Type C 的这个不用看了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还附了这个大号的耳塞以及小号的耳塞那配合你自己的这个耳朵可以调整那这个外形上面比这个 Buds 4的其实大致上都一样那一样，这个是配对键以及原厂回复键在左侧这边，右侧侧边这边这边是 Type C 的充电孔那这边有个长条的指示灯好，那我们打开看看打开看配对灯以及状态灯亮了那首先打开之后就可以配对了。那首先要先把这个移除掉，充电的要移除掉，先拿开来。值得一提的是，你第二次连接的时候也是要打开，然后按住这边右手边这边的这个配对按钮2秒钟以上，那这个2秒，那这个指示灯开始亮了，那就可以配在第二步装置了那手机我最后是从这个 Apple Store 直接搜寻下载的那配合这个它的 APP， 我们就可以去调整它。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佩戴的舒适性，在这个 Buds 3 Pro 这个系列的时候，这个是它原厂附的耳塞，那这样捏起来就稍微觉得有一点硬度，所以我就自行在家买这个所谓这个第三方的蛮有名的叫做 SpinFit 的耳塞，那这个我已经装在这个 Buds 3上面，它捏起来比较柔软，那经过我一整天的试戴之后，昨天大概戴了大概5、6个小时，都是在看这个演唱会，听演唱会。那这一次的这个 Redmi Buds 5就是这个耳塞表现确实不错那捏起来跟这个第三方的差不多软，稍微再硬一点点。那佩戴起来的舒适度跟这个第三方的差不了多少。当然，这个所谓这个 SpinFit 这一组的话，它原本是设计给这个 AirPods Pro 使用的所以它还有个转接头等等那我使用的效果，觉得说佩戴起来的舒适度跟这个第三方的是不错的。那这个让我很意外的。这个我以为要把它换掉，结果佩戴起来5、6个小时还不会觉得耳朵有什么不适应的感觉，或者是会痛那效果也不错。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的口径，我现在用的是这个是中的那我就没有再更换了。那再来是聊这个它的音效的效果如何。那在我听起来的时候，听这个看演唱会这样听起来的效果我开启了降噪或者是通透，那其实它声音听起来影响感觉是不大，但是在这个降噪的部分确实是比这个原本的这个 Buds 3
还好那么一点就是说外面的杂音会比较好一点那毕竟它原厂标示的是说可以降到理论值的46分贝。那我们现在我不谈这个那么专业的我也没有仪器可以测，那单纯聊我的这个使用的感受。那当然每个人的听觉的敏感度都会有不同。那我听起来的感觉是在人声歌声的部分，人声歌唱的部分它确实是算起来算很清楚又通透。那在高音乐器的部分譬如说萨克斯风、小喇叭、小号，或者是这个电子琴的部分，在高音的部分确实也表现得还可以。那在低音的部分，比如说这个爵士鼓、大鼓那大鼓的部分节奏跟这个贝斯在打的时候，大概有时候会听得比较不清楚会混在一起。那在高音的部分也会稍微有这个小毛病出现。那整体来讲是比这个8.3好很多了比这个8.3非常的好很多。那如果说硬要挑毛病的话，就是说你要把音量开到大致上是在80%以上或者是90%。那在100音量达到最大的时候，它已经稍微有一点，已经很明显是爆音了那整体使用感觉的话，那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是大致上最大开到这个80音量的80左右，就可以听得很清楚，可以很清楚的分辨出各种乐器或者是人的歌唱以及和声的部分都可以听得清楚。那对于我来讲，我自己的感受是，我可以给它打个大概是80分左右当然不可以跟很高贵的那个耳机的设备来去这个比较。那另外提到一点的是，在这个双装置在互相切换的时候，它偶尔会断讯大概是会有时候是1秒钟，或有时候会长达到2秒钟，它才会接续过来那还有就是在 APP 连结的部分，如果你不是手机设为第一个连结的话，那没有把第二个装置断掉的话，这个手机的 APP 会连不上就变成说你如果要透过手机 APP， 这个就比较有一个小缺点存在那变成说你非得要把第二个装置切掉那 APP 才会连接上去，才可以做设定。那当然你还是可以透过这个触控的方法去调整它。当我们下载这个小米耳机的 APP 完成之后，首先也要先配对那我们先把这个 APP 打开那我现在可以看到我已经有连线过了，所以它就装置已经连线了。那预设它这边会显示左耳机、右耳机以及充电盒的这个电量那降噪通透，那预设是关闭的那你可以把它打开但是比如说是要降噪它会叫你说要佩戴耳机那它才会侦测到好，那我先把它佩戴起来。那佩戴好之后，这边就会有你上次使用的模式，或者是它预设是开启的预设它是没有开启的，那你就要把它开启起来，看是要通透还是要降噪那它降噪有3种就比如说现在是深度均衡再来是标准的轻度的。那一般我在使用，一般都是选择这个深度的，然后再来是这个通透那到底是人声增强还是标准是环境增强还是人声增强我这个手势点的不太油亮还是标准通透 OK
那我都是设在这个人声遮墙部分。那手势的设定就是在你用手势触控你的耳机哦，那按一下左耳，按一下耳，这里就可以自行去设定啊。那我试验的结果是，这个按一下很容易去误触，因为你捏有时候角度的关系哦，会捏到这个会误触到就对了。然后我现在的设定是变成是这样哈，长按的话就是变成是左耳右耳我都是用噪音控制，就是切换点通透哦，这边你可以去控制看是关掉还是通透，好，那自己是设定，那是降噪哦，两个去切换，降噪还是通透两个去切换，好，或者是说你要把它改变成是那个通透或者是关闭啊，或者是降噪还是关闭啊，比如说这样哦。哦，或者是说循环，这样三个一起循环也可以哦。OK， 那因为我这边已经有设成是这个暂停的，哦，左耳2下暂停，右耳2下暂停。那音量的话，我是按3下，左耳是减，那右耳是加啊。那配合这个设定的话，它的功能才会完整的发挥。然后这个音效的设定，它就因为它这个是8.5。But 5而已，没有 Pro。Pro 的话还有其他的模式。那我现在音效的模式是改成是人声增强。那一般来讲，我是只有在看 YouTube 的影片或听歌，哦，我才有这个需求而已。那是不是无损还是什么？我就其实没有很特别在意它。那求一个性价比高哦，又效果不错的，啊，我也不用花太多钱，哦。那这个佩戴检测哦，这边就是摘下耳机就暂停，戴上去就继续播放哦。那耳塞的贴度的检测，那你也可以检测看看哦，看你的大小，这个可以检测。那双装置连线就开启时，这个一般你买来的时候它是没有开启的哈。那我把它开启，然后这个是检测它的密合度，你的耳塞的大小哦，那就开始检测。啊，它就会播放音乐啊，叫你不要摘下耳机，它在测试啊。那现在就跟你讲说，哦，贴合度良好，说左右耳朵贴合度良好，你就按完成。那以上就是我这个使用这个 Redmi Buds 5的使用感受。好，谢谢各位，记得订阅哦，拜拜。